这是一个被男人遗忘的村庄，里面住的全都是清一色的女人。奇怪的是，他们已经繁衍了近千年，没有男人的他们究竟是怎么繁殖后代的？原来部落里每年都会举行一场猎魔仪式，他们称男人们为恶魔。所谓的猎魔，就是挑选出年满18的女子，让他们去外面寻找年轻体壮的男子，等到怀有身孕后再悄悄跑回部落。在这之前，部落女王会先对女孩们进行培训，教她们独家技能，如何取悦男人，以最快的速度达到她想要的目的。出发前，她还要对女孩们进行考核，只有通过考核的人才有资格去外面和男人完成仪式。怀孕后回到这里，成为一名合格的母亲。部落女王有个女儿名叫颂波，也在这次的参选人员当中。她对女儿寄予厚望，希望她能尽快取代自己，成为部落的新任女王。可颂波性格内敛，觉得自己难堪大任，反而觉得闺蜜卡拉更有统治能力，自己只想钻研医术治病救人。这天，她在采药时突然被蛇咬了一口，卡拉一气之下想要砍死那条蛇，却被颂波急忙拦了下来。因为部落里有铁的规定，为了遵守自然规律长久生存下去，凡族忍者不得杀生。倘若卡拉杀了那条蛇，就会面临部落里的死亡宣判。转眼就到了训练的这天，随着女王的一声令下，女孩们相继跳进河里进行仪式。可颂波却在训练时总是不自觉地走神。原来她昨晚睡觉时梦到了恶魔，可奇怪的是，那恶魔并非人们口中所说的那样，非但长得不可怕，反而英俊帅气。她将这件事告诉了卡拉，两人都期待见到真正的恶魔。这天早晨，两人一起来到后山采药，却在这里发现许多只麻雀的尸体。他们瞬间被吓到，因为部落里不允许杀生。二人第一时间将此事告诉女王，女王得知后立马举行忏悔仪式。仪式开始的那一刻，只见她的身体不停地抽搐，然后神神叨叨地说，倘若凶手不站出来，整个部落都会跟着遭殃，那个人也会浑身长满脓疮。话音刚落，一个女孩就面露惊悚之色，被吓得大声尖叫，毫无疑问就是她干的。女王要进行处罚时，她的母亲也站了出来，说出了事情的缘由。原来部落里有条规定，凡是成年女子必须要经过月事考验，倘若成年者仍不来月事，就会被赶出部落。这个母亲为了帮助女儿通过考核，便用麻雀血伪装成月事。如今他们的秘密被揭穿，等待母女二人的将会是月神宣判。所谓的月神宣判，就是将被惩罚者绑在山谷中，等待着月亮女神的审判。倘若第二天他们还能活下来，那就代表月神原谅了他们，否则就代表着十恶不赦。第二天，部落里的人前来查看，发现母女二人已经消失，留在地上的只有2滩血迹。他们都以为是月神没有原谅母女二人。为了确保他们能回来，老师给他们灌输男人是恶魔的想法，说男人表面看起来和他们一样，其实内心邪恶且狡猾，只喜欢女人，将他们视作玩物。因此嘱咐他们只要出现呕吐现象，那就意味着有了身孕，就立马回到这里待产。终于他们通过层层选拔，最终挑选出6名女子，她们将会谨遵教诲完成使命。守护者将他们带到屏障边缘，嘱咐他们一定要挑选身强体壮的男人，身体有反应后就立马回来，然后分别给了他们一把姜黄钥匙，也就是外界人所说的黄金。倘若钥匙丢失，就无法回到这里。颂波拿起钥匙放在迷雾中，顷刻间迷雾逐渐散去，出现了一道隐秘的出口。众人都为这神奇的一幕感到不可思议。接着他们一个接一个进入到迷雾中，不久后几人就来到了外面的世界。这时老师警告他们一件事情，千万不要把钥匙弄丢，只有拿着它才能回到村子里。同时这把钥匙在外面叫做黄金，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东西。说完这些后，6个女人就离开了这里，她们手里拿着一张联络点的地图，经过长途跋涉很快就找到了。接待他们的线人是一个哑女，她在那里比划了半天，众人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好在大美还是比较聪明的，她拿出了那把黄金钥匙，原来这就是他们联络的暗号。慢了。接着哑女把众人带到了房间，还精心将他们打扮了一番，因为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勾引恶魔生孩子，所以才给他们换了一身装扮。随即6人拿着地图准备去往小镇上，听说那里会有很多男人。在半路途中，一个女人突然看到了猎物，众人开心的连忙上前搭讪，但万万没想到，他们遇到的第一个目标竟是一个流浪汉，同时还是一个整天喝酒的醉鬼。此时众人都是第一次见到男人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大美拿了一个木棍准备试探一番。กาหลาระวังเนอะเหม็นกลิ่นอะไรอย่างก็บ่ฮู้ปากก็มีขนเนื้อตัวก็สากอย่างกับขี้ดินผู้มัน一个女人走上前打量男人，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恶魔，不仅长得奇丑无比，身上埋汰巴拉的还有一股怪味。就在这时，随即众人来到了小镇上，他们准备寻找强壮的男人作为猎物，而那个经常在阿珍梦中的男人也出现在这里。不过2人恰巧擦肩而过，女人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男人，他们都害怕得不得了。สุดจะกลัวอย่างนักหนาเดี๋ยวก็ต้องนอนกับเพื่อนอยู่ดี
这时路边一个男人正在敲鱼，看到这一幕，一个女人吓得疯狂逃窜，甚至还有一个女人直接晕了过去。原来女人村千年来都不准杀生，否则将会被索姆女神处死。被选中的女人们看到这一幕，当即逃出了这个小镇。然而他们刚离开这里，一个男人就看到了地上的黄金钥匙，显然这是6人之中的1人掉的。这时他们已经回到了哑女的住所，众人都没想到男人这么可怕。但为了此次任务的圆满完成，大美开始动员大家，就算强行忍耐，也要把那些恶魔都给睡了。喊完群雄激愤的口号后，6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。接着他们重新迈着自信的步伐，准备再次出去寻找猎物。不过几人这次还比较幸运，恰巧树林中有5个壮汉在放牛，6人心里都乐开了花，都在想着如何将眼前的恶魔拿下。这时一个女人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率先走过去，准备给众人打个样。她搔首弄姿的神情和动作，瞬间就勾引到了一个男人。รูปไล้เนื้อตัวบั้นท้ายสยบมารทำให้อยากแล้วก็จากไปสุดได้แล้ว 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其他人也顿时有了信心。第二个女人走过去，只摆了几个简单的动作，瞬间就将男人领去了小树林。ได้ผล这时捡到黄金的男人无意中从这里路过，他看到了眼前这大眼睛的一幕，懵逼的男人一脸懵逼。众人都使用老师之前教的技术，勾引到了自己喜欢的猎物。不过轮到大美上场时，阿珍突然发现自己的钥匙不见了，如果没有钥匙就回不去村子。她来不及打招呼，连忙回去寻找。不知情的大美还在酝酿情绪，准备去勾引一个强壮的猎物。正在回忆老师教的动作时，猛然间发现阿珍竟然不见了。大美只好暂时放过了眼前的猎物，然后回去寻找阿珍。这一切都被一个陌生男子看在眼里。阿伟对漂亮的大美一见钟情。与此同时，阿珍在找钥匙的途中，竟遇到了那个经常在梦中出现的恶魔。然而他却不像老师讲的那么可怕，这个恶魔反而长得还有点小帅。在短暂的分神后，阿珍连忙去触摸对方的脸庞。ทำอะไร ต้องทำให้ได้แม่ส่งผู้มานี้มาในฝันผู้มานี้อยู่ตรงหน้าแล้วต้องล่อลวงให้ได้这一刻，阿珍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，于是乎，她立马利用在村子里学习的技术。本以为这件事非常简单，何况姐妹们都已经成功了，但万万没想到，阿强竟和正常男人有所不同，因为他居然不好色。意識到自己的行为粗鲁，阿强连忙上前道歉。阿珍误以为刚才那套动作起到了作用，所以他直接就要对阿强上手。หยุดอย่าเข้ามา ถ้าบอกเข้าไปหาสู่เจ้าแล้วหมู่เฮาจะร่วมสังวาสกันได้จะไร ร่วมสังวาสฉันกับหล่อนหรือ จงมาทำให้ข้าเจ้ามีลูกไม่หญิงเถิด ยังไม่หยุดอีก第一次见面就提出要生孩子，阿强以为他脑袋有什么毛病，所以他让阿珍在这里等一下，自己要回去取个单兵帐篷。单纯的阿珍信以为真。另一边，大美正焦急地在林中寻找阿珍，但没想到阿伟也跟了上来。他只是友好的和阿珍打了声招呼，可对方却直接走过来查看阿伟的身体情况。肩膀很宽很壮，很有活力，胸肌发达，有宽阔的胸怀，坚挺的臀部还富有弹性，身高也符合标准。最终，大美得出一个结论：眼前的恶魔可以和自己生孩子。 หมู่เฮาคงได้พบกันอีก 说完这些，大美当即就走了，因为现在寻找阿珍比拿下恶魔更重要。阿伟此时还没意识到幸福就要来临。过了不久后，大美终于在一棵树下找到了他。阿珍先是和大美道歉，随后将看到梦中恶魔的事说了出来。可大美却表示恶魔不会回来，他那根本就是骗人的手段。 ฮะข้าเจ้าใช้มารยาเต็มที่ 就在两人谈话之际，大美拿出了自己的黄金钥匙，而在远处的阿伟恰巧看到了这一幕，他手里那把正是阿珍的钥匙。 สาวๆมึงนี่มีทองกันทุกคนเลยกันเลย 随即两人回到了联络点，其他4人都已经对恶魔下手，而其中2人更是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去与恶魔战斗到底。 ข้าเจ้าจะขอย้ายไปอยู่กินกับผู้มาร อยู่กินกับผู้มาร แน่นละข้าเจ้าบ่อยากร่วมสังวาสกับผู้มารมากนักข้าเจ้าก็จะย้ายไปอยู่บ้านผู้มารจะได้ร่วมสังวาสทั้งวันทั้งคืน 这时阿珍看到了一旁的数字，女人表示那是猎杀恶魔的数量。阿珍当即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，可她却表示自己还不是最多的，6人之中最漂亮的那个女人。 猎杀的恶魔数量竟达到了惊人的20个。大美连忙提出疑问：“你这一天究竟是怎么过的呀？”女人表示不吃饭也不休息。这时阿珍问出了关键性问题。 แล้วสู่เจ้าท้องหรือยัง 随即女人拿出了准备好的尿液。在出村前，老师就讲过，将粉末倒入尿液中，如果变了颜色，就意味着怀孕了。然而他们等了半天也没变颜色。 ยังบ่ท้องเลยวันพุ่งข้าเจ้าจะไปล่าผู้มาหลายๆคนจะได้ท้องสักที 女人想要快速回到村子，就得不停地猎杀恶魔。这时，一个女人问阿珍和大美：“你们猎杀多少恶魔了？”两人不说话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大美将阿珍带到了外面，她劝对方不要再等那个阿强了，换一个恶魔也一样可以怀孕，或者两人使用同一个恶魔也不是不行。自己已经寻找到了很好的对象，可阿珍却表示那是索姆女神的指令。无奈，大美见劝不动阿珍，只好让对方做个保证：如果不能将阿强搞到手，那就及时换一个恶魔猎杀。 สัญญา ล่าผู้มาร
ล่าผู้มารเขาต้องได้มันต้องโดนมุ่งกระโจนยกจนโยนเพื่อลูกสาวเพื่อรับแน่เอาไป。到了晚上，大美竟真的找到了白天的阿伟，她准备今晚就猎杀了这个恶魔。阿伟看着眼前的大美非常紧张，可接下来就把她带进了屋子里。乱世当下，好看的姑娘不是在青楼就是在当网红。阿伟觉着她既不是网红，也不像是在青楼，但眼前的大美竟如此的主动。不过此时也来不及多想，两人很快就进入了主题。3分钟后，大美已经进入到了梦乡，而阿伟却不讲武德的偷偷起床，然后在大美衣服里找到了那把黄金钥匙。果然，在黄金面前，女人显得一文不值。另一边，阿珍也找到了自己的猎物，她从白天等到晚上，终于见到了阿强。然而，阿珍在提出和对方要孩子时，阿強却依然拒绝了阿珍。他表示自己要找一个真心相爱的人，否则是不会随便发生关系的。那ถ้าบทสังวาสพระเจ้าจะกลับบ้านได้จะใด ไม่เห็นว่ามันจะเกี่ยวกันตรงไหนเลย ต้องมีลูกสาวพระเจ้าจึงจะกลับบ้านได้ 阿强实在想不明白，生女儿和回家有什么关系？在这夜黑风高的小树林里，两人在聊了半宿后，阿珍情不自禁的再次准备下手。阿强此时也有了些许的心动，不过最后却还是忍住了，毕竟两人才第2次见面。他妈的，阿强真是个正人君子，我都怀疑他是不是个男人。ล่วงเกินฉันโดยที่ไม่ได้รับอนุญาตอีกเป็นอันขาด。他们在这里坐了一夜后，阿强这才放心准备离开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胖子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。原来阿强来这个小镇的目的是修铁路。昨晚他的外国朋友和小胖去勘察地形，两人无意中走到了山里的迷雾中，那里面正是只有女人的村庄。小胖害怕的不敢靠近，而这个老外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，结果他进到里面就再也没出来。阿强得知这一情况后，他立马就要去寻找外国朋友。当阿珍知道阿强要去山里的迷雾中，他当即劝诫对方不要去。可阿强问他为什么不能去时，阿珍只说那里有野兽出没，他不能说出自己家乡的秘密。阿强对于阿珍的话是半信半疑。然而在回到营地时，却发现士兵已经将老外的尸体找了回来，他满身都是野兽的抓痕。另一边，阿伟以为自己不仅得到了女人的身体，还悄无声息地拿了她的黄金钥匙。可早上却发现那个黄金已经不见了。原来大美这娘们有800个心眼子，她知道阿伟晚上偷拿了自己的黄金钥匙，所以趁他早上睡得正香时，大美又将黄金偷偷拿了回来。她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颗小蝌蚪，因此大美转身就回到了联络点。此时其他4人都已经怀孕，他们很快就会回到家乡。一个女人哭哭啼啼，非常不舍，因为她已经爱上了那些恶魔。当得知大美还没有怀孕时，其中一个女人开始得意忘形，因为4人之中谁率先生出女儿，就意味着会成为下一届女王。此时他们还不知道，回到女儿村后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。大美现在虽然没有怀孕，但好歹已经玩弄了恶魔的身体，而阿珍此时还一次没有过。她以为和阿强这2天接触下来，两人已经可以进行交配了。可阿珍再次提出这一要求时，阿强这一次却直接愤怒了。ถ้าเช่นนั้นหล่อนก็ไปหาที่ตลาดข้างหน้าโน่นฉันเชื่อว่ายังมีคนที่อยากจะสังวาสกับหล่อนอยู่แต่ข้าเจ้าผมมีเวลานักแล้วข้าเจ้าอยากได้ผู้มารแทนไม่。既然阿强怎么也说不通，为了完成生育任务，阿珍只好准备随便找一个恶魔交配。这时树林里刚好有个采药的男人路过，他看上去身强体壮，很适合交配。阿珍当即就使出自己所学的招数，他势必要拿下眼前这个恶魔，而对方似乎也是个正常的男人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阿强突然出现在这里，将阿珍从地上扶起来后，两人此刻紧紧相拥在一起。他不碰的女人还不让别人碰。与此同时，同行的4个女人都已经成功怀孕，她们此刻都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之中，因为4人谁先生出女儿就会当选部落女王。殊不知，一场惊天阴谋正在等待着他们。现在除了阿珍，就剩大美没有怀孕了。她此刻露出失望的神情。这时阿伟突然找了过来，显然他是为了阿珍手里的黄金而来。阿珍见到对方就是一顿骂，因为阿伟明明偷了自己的黄金钥匙，现在他还好意思过来找自己。然而阿伟却听到了刚才几人的对话。เองต้องตั้งท้องให้ได้ใช่หรือไม่我们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สู่เจ้า随即阿伟提出两人做个交易，他可以帮助大美怀孕，但报酬就是他手里的黄金。大美当即就拒绝了阿伟，他觉着对方就是个无耻的恶魔。然而阿伟不依不挠的想要合作，却一不小心说漏了嘴。大美这才知道阿珍的黄金就是在阿伟手里，他立马就向对方要回黄金钥匙。可阿伟怎么能轻易交出来？สู่เจ้าจะส่งมาให้ข้าเจ้าดีๆข้าเจ้าจะตัดดิ้งดองของสู่เจ้าทิ้งซะ叮当阿伟怎么也想不到，看似身轻体柔的小姑娘，打起仗来会这么狠辣。大美可是村子里的第一女战士，不交出阿珍的黄金钥匙，她势必要将阿伟的小叮当割下来。在两人接下来的争斗中，阿伟很快被大美给制服，而阿珍的黄金钥匙也被大美拿了回去。看来阿伟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随后大美回到住所做了测试，可却依然显示她没有怀孕。看来只猎杀一次恶魔并没有什么用。现在大美最关心的就是阿珍，因为她已经很多天没有回来了。此时大美也只能去镇上碰运气，看看有没有人见过她。但阿珍没有找到，却看到了阿伟。此时她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，而且后面还有人追她。出于好奇，大美立马就跟了上去。原来阿伟的同伴都被军阀抓走了。
好友想要去救他们，阿伟却准备弄到武器再去。他偷阿珍的黄金就是想要买枪，然而好友已经等不及，两人只好单枪匹马去救同伴。可不但同伴没救出来，还搭上了他们的几条性命。好在阿伟侥幸逃了出来。看到阿伟舍生忘死这么讲义气，大美当即就决定和他合作，但前提是确定自己怀孕以后，才能将手里的黄金给他。于是两人当即就来到了阿伟的草房。这么好看的剧情，当然要和女朋友一起观看。说到女朋友，最近好像也没有广告商来找我。隔天阿伟就找了过来，阿珍也是无语了。才过去一宿，怎么能确定怀没怀孕呢？他此时还在担心着阿珍的情况，所以两人每天都去小镇上寻找。而这天他还真遇到了阿珍，大美不等他同不同意就把他带走了。回到住所后才发现，大美此时竟然也怀孕了。两人在高兴过后，大美发现阿珍还没有与恶魔交配过，她这时有些着急了，因为如果2个月还没有怀孕回去，会遭到部落杀手的追杀。没办法，阿珍又回去找到了阿强。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，阿强此时也喜欢上了阿珍。可当他再次提出要生一个女儿时，阿强表示如果阿珍能留下来，两人就可以结婚生孩子。然而阿珍却不能答应对方的要求，无奈的他只好回到住所。眼看2个月期限就要到了，这时大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她让阿珍与自己使用同一个恶魔，只要能生出女儿，其他都无所谓。她立马就找到了阿伟，对方得知自己要当爸爸非常开心。这时大美问他想不想要更多的黄金，原来两人曾经做过一笔交易，只要在2个月内帮助大美怀孕，阿伟就会得到1颗黄金。如今到了兑现时，大美却想继续和阿伟合作，而这次他是想让对方帮助阿珍怀孕。阿伟听后顿时有些懵逼了，心想这种事情还能帮忙？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喜欢上了大美。到了晚上，阿珍还想要做最后一次努力，可当他再次提出想要一个孩子时，阿强和以前一样拒绝了阿珍。他始终认为两人只有结了婚才能生孩子。无奈阿珍心灰意冷地跑了出来。恰巧这时大美带着阿伟找了过来，看表情就知道阿珍没有成功。ข้าเจ้าจะปล่อยให้เจ้าทำตามใจแล้ว。随即他将阿伟递了过去。此时几人都非常痛苦，因为阿珍喜欢的是阿强，而阿伟喜欢的是大美。当两人一起走进草屋时，大美心里突然十分难受。原来她在不知不觉中也喜欢上了阿伟。可痛苦归痛苦，见两人在里面迟迟没有传出动静，大美当即闯进了屋子里。她警告阿伟动作快点，如果阿珍再不怀孕就会很危险。接着大美又安慰阿珍不要紧张，闭上双眼将阿伟想象成阿强就可以了。มันจะช่วยสู่เจ้าได้นะข้าเจ้าก็เคยผ่านมาแล้ว。阿伟听到这话，当即想起了两人的从前。มารีบทำมันจะได้จบๆไปสัปดาห์ 就在两人准备完成仪式时，这时阿强突然找了过来，他直接将阿伟打倒在地。大美听到声音跑进来，他大喊不想和阿珍生孩子就滚出去。阿强没有搭理大美，而是转过身问阿珍有没有喜欢过自己。阿珍从小在女儿国长大，哪里明白什么叫做爱，但是他知道每天都想见到阿强，时时刻刻都会关心他的一切。阿强当即就开心地说道：“傻瓜，这就叫做爱呀！”随即两人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。阿伟看到大美不开心的模样，以为她是嫉妒阿珍有了丈夫，殊不知大美是在担心阿珍怀孕后会舍不得离开。两人在成为合法夫妻后，当晚他们就完成了仪式。随后的几天里，两人每天就像幸福的一对小夫妻。可这天阿珍突然发现自己有了身孕，她高兴的同时又开始担心，因为这就意味着自己该回女人村了。如果2个月的期限一到就会被追杀。阿强得知后劝阿珍不要回去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会陪在她身边。另一边，4个怀孕的女人受到了最高礼遇，她们被全村的鲜花和呐喊声包围，并且女王亲自接待了4个恶魔猎手。见到自己的女儿和大美还没回来，她心里顿时就起了杀心，因为他们4人之中谁先生女儿，根据规定就会接任下一任女王，而现任的布阿女王将被贬为平民。她一心想让女儿阿珍接任自己的位置。这天女王找到了治疗师，她开始寻求对方的帮助，可治疗师表示自己的职业是治病救人。然而女王却拿她的地位说事，治疗师以及家人要想保持如今的地位，布阿女王就不能被贬为平民。于是治疗师当即找到了怀孕的4个女人，她们此时正在讨论自己是怎么怀孕的，因为几人在回村的当天就喝了净化解药，它会让人忘记与恶魔交配的事情，但不会忘记自己的家人。治疗师表示4人是被索姆女神选中才怀孕的，随即给了他们每人1杯安胎药。这时一个奴隶突然发现杯子里有红花瓣，他知道这东西孕妇不能吃。这个女人之前因为生的是男孩，所以被贬为了终身奴隶。治疗师大骂她不懂，在那里瞎说，那只是普通的玫瑰花瓣。4人将信将疑地喝下了安胎药。接着治疗师带他们去泡温泉，他表示这样有利于宝宝的健康发育。ข้าเจ้าว่าน้ำมันร้อนไป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ข้าเจ้าว่าพอดีเนอะแม่ถ้าต้องเอาไว้เอาน้ำทาตัวทาคันด้วยเนอะผิวจะได้ดีๆ。不久后，几人突然发现温泉里都是血。